王小五真是自带喜剧效果，一觉醒来，大飞机被抬走了，单手扶树仰天痛哭。又一觉醒来，院子里的青草也消失不见，双手撑树怀疑熊生，跑去找妈妈寻根问底。妈妈告诉小五，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为好。莽小五听了瞬间不乐意，趴在妈妈头上一阵倒腾。莽仔也是脾气好，若是有爱宝一半威严，估计小五早就缺胳膊断腿了。莽小五跟妈妈纠缠了500个回合，最终也没套出半点口风来，累得直接躺下了。看见外公来了，就赶紧凑上去，奈何外公只是来送外卖的，也没办法告诉小五。小五又开始经典动作，抱着树开始撒娇，和大飞机被抬走时的动作无两样。最后还学萌兰的经典动作，咬住手甩头，却一头甩在了树杆上，没差点给小五撞出脑震荡。小五也彻底怒了，趴在树上不肯下来。即便到了下班时间，小五也只是隔空俯视着外公。2位外公轮着来哄小五回家，还带了零食诱惑，到了小五嘴边，却又被外公拉开。小五瞬间不乐意了，两腿一抖，你爱给不给？好家伙，小五终于硬气了一回，叫现场的游客都发出感叹。小五表示这才哪到哪。只见小五把土往嘴里一股劲儿的塞，再配上一段伤感的背景音乐，小五也太可怜了吧，穷的只剩下吃土了。这是要把2位外公挂在网上，让姨们的唾沫淹死吗？小五扭头一看，赶紧撒腿就跑，奈何被外公逮个正着。熊猫界的4大天线宝宝，第1位其一，和梅兰肉肉一起长大，小时候就是因为抢了肉肉的食物，故被肉肉叫来帮手一顿暴揍，胳膊都抡起风火轮了。他是出了名的天线宝宝，头顶一撮小呆毛，在一群熊猫宝宝中一眼就能分辨出哪只是他。第2位杰邦，熊猫界中最会摆烂的大熊猫，一言不合就死气，头顶一个小鼓包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，让他不要滑下坡，奶妈硬是没能抓住，结果下去了又要上来，还伸手让奶妈拉一把。200斤的大胖子没发点让奶妈吃不消，坐在地上2条腿成直角，这坐姿跟谁学的？不知道的还以为熊皮底下藏了个人。第3位金宝，她是离堆的妹妹，熊社具有2面性，内场优雅女神与山水画融合，还献上一段芭蕾，外场最嗨疯狂整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马戏团出来的，活脱脱的一个女疯子。同样头上也有一撮小呆毛。第4位交易，浓眉大眼贵公子，墨水充足到头上信号塔，整个基地的信号由他来提供，后肢力量特别强劲，长时间站起来腿都不带弯曲的，是整个基地的最强王者。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熊孩子，为什么一只特别可爱，一只却特别搞笑呢？先来感受下来自飞云的暴击吧。浓眉大眼微笑唇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打喷嚏还捂着鼻子，一副淑女形象，但有着一身强壮的腱子肉，被人称为金刚芭比。小时候还小巧玲珑的，长了一副仓鼠脸，还会挖坑打洞，真把自己当仓鼠了。不过无论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，飞云始终那么可爱，抬腿挠痒痒，飞云像云端，任何一个动作都是经典名场面。而发小金虎却大大不一样，小时候还能拿捏妙音欺负飞云，长大了就只能搞笑了，被妙音嫌弃，遭飞云暴揍。只要一提到飞云，金虎就变沉默，而问他喜欢妙音，他连忙点头答应。原来熊猫界也有舔狗存在，最出名的还是他的话痨，奶妈问他一句，他就回答一句。玩个滑滑梯也真是笑死个人，一滑下来直接撞墙上去了。不甘心的他去玩第2次，结果又撞1次，就这样连续撞了3次之后，终于疼哭了他。但金虎的学习能力还是挺强的，自从看见飞云玩滑滑梯之后，他便掌握了其中奥妙，顺着滑，侧着挂，倒着滑，主打一个丝滑登场。飞云金虎各有所长，你们最喜欢哪一只呢？究竟有多大的仇恨，才使得一只大熊猫在去世前还咬了奶爸一口？又到底有多爱大熊猫，才让奶爸一夜白了头？大熊猫翔翔和奶爸刘斌的故事令人感动和惋惜。翔翔出生于2001年8月，2岁前一直是刘斌奶爸照顾，他们之间感情非常深厚。但由于翔翔各方面都很突出，于是被选中参加首次野培，这也就意味着他将与奶爸分开。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去冒生命危险？
但刘冰也只能听从上级安排。祥祥第一次来到这荒山野岭，眼里全是迷茫和恐惧。他赶紧跑回去抱住刘冰奶爸大腿，却被其他人强行拉开。聪明的毛孩子知道自己要被抛弃了，于是拼命的嘶叫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个不停。刘冰奶爸也十分不舍，当场痛苦不已。但又能如何呢？祥祥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不知道如何去觅食，饥肠辘辘好几天，只能跑来围栏旁呼喊。刘冰奶爸实在看不下去，跑来给祥祥喂吃的。祥祥每次都用乞求的眼神希望奶爸带他回家，祥祥却不知奶爸为了他多次向上级反映。祥祥的表现的不适合也陪，但最终也被驳了回来。奶爸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围栏旁陪着祥祥，但发现祥祥身上被蚂蟥侵袭，皮肤上也出现了很多寄生虫。刘冰急切地找医生给他治疗，但被上级直接阻止，理由是不能过多干预。刘冰很是无奈，祥祥深感绝望，看来一切都能靠自己了。祥祥在这一刻死心了，于是独自去了外面觅食。只要是竹子，尽管口感非常不好，也必须先填饱肚子。当奶爸再次靠近他时，大熊猫领地意识的觉醒，使得他已不再是祈求的眼神，而是发出怒吼驱赶。可见祥祥有多怨恨奶爸。祥祥的野外生活正式迎来了第一个冬天。2006年4月，工作人员发现祥祥定位在快速移动，肯定是他在野外遇到了猛兽。当奶爸再次找到他时，祥祥已经伤痕累累，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不管怎样，刘冰都是祥祥的奶爸，孩子受委屈了，第一个想到的是父母。祥祥也再次流露出祈求的眼神，奶爸哭着找上级申诉，但依然没能将祥祥留下。仅仅8天的时间，祥祥伤口都还没痊愈，却再次被送去野外。祥祥出笼那一刻，跑去咬了奶爸一口，随后头也不回地愤然离开。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仅仅1个月，就在一处悬崖下面找到了祥祥的尸体。不知道是他对生存的绝望，带着怨恨离开，还是被猛兽围攻，跌落悬崖而亡。刘冰奶爸得知消息后十分自责，痛苦万分，一夜白了头，最后愤然离职。盘点花花听到游客吐槽他没有脖子的反应，这不是花花呀，就是花花。在哪呢？右边这个大脸没有脖子。哎呦，我天哪！生气了！好了，花花。还在吃，脖子都没得了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伤心了，伤心了。嗯？给你看这个就说的没脖子。哦，脖子上高了。他长了。哎呦，好长个天啊！他真的没脖子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都听到了。他是不是有点生气了？我伤心了。拿来吧你！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！最聪明的4只大熊猫，第1名萌兰。慢慢儿智商超群，可是得到官方认证的，介绍牌上都有注明的，不然怎么能做到仅凭一己之力就把北洞干上市的呢？不仅会整活，还会宠粉呢，叼着竹子全场跑，加上这段配乐，气氛嗨到爆。各位天文全场的小鬼有账，4百单，加点奖赏！大家都知道，慢慢儿最喜欢的就是越狱，从小就开始锻炼，收服姓大姓小当马仔，长大后仰卧起坐加卷腹，终有一天他成功越狱了，逼得工作人员连夜把围墙加高，他却找来玩具垫脚轻松化解，饲养完也只能把他的玩具没收了。他倒好，翻墙不行那就遁地，还把摄像头给提前拆了，独创越狱3式：爬、垫、遁。慢慢儿不仅聪明，还长得特别帅气，人称雪中徐长青。第2名于爱，虫洞的2馆长，别的小熊还在用嘴费力剥笋，于爱却可以一边咬一边用手去扒拉，3加5除2就剥好了。看见哥哥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，他也立刻假摔，缓解了哥哥的尴尬局面。妈妈夏木架有些费力，他就跑过去接住妈妈，真是个孝顺的孩子。外公给他喂盆盆奶，他喝完了生怕外公拿走铁盆，于是当外公每次走过来，他就把盆儿给藏起来，还做出什么都没有的表情。第3名萌二，萌二龇牙咧嘴掰竹子，可谓是火爆全网。竹子断不断不要紧，表情一定要到位。可有谁知道萌二掰竹子的方法是人教版的，因为妈妈打小就没有照顾他，萌二却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地上铺张凉席就能当床睡觉，
早上起来还知道整理被窝叠成豆腐块，时间久了就把凉席晾晒起来。第4名，灵岩，妥妥的整活界狂熊，舞狮蹦迪样样精通，生活节奏感非常强，还被称之为影帝。大冬天的，跑去水池里捞冰块吃，若不是看到他200斤的体格，饲养员估计会被骂死在网上。原来熊猫也有双重性格，瑞宝和辉宝面对2位爷爷时，表现出来的反应也大大不一样。江爷爷带2只小宝宝时，辉宝表现得十分安静，如同乖乖女一样，而瑞宝化身粘人小妖精，追着江爷爷求抱抱举高高。江爷爷躲在滑滑梯上拍瑞宝，瑞宝正面爬不上去就从侧面攀爬，随后抓住边缘慢慢往上蹬。不得不说，瑞宝的体力和智慧都得到了父母的基因遗传。看到江爷爷一面迎来，即使瑞宝在爬树，也不忘拉着爷爷打声招呼。江爷爷更是停来认真回应瑞宝后才离开。江爷爷一声呼喊，瑞宝就一溜烟的跑过来。而宋爷爷的心头肉就是辉宝，经常逗辉宝玩，跟辉宝互动。宋爷爷走到哪儿，辉宝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儿。同样的，在宋爷爷忙工作时，辉宝也会热情的打招呼。看到宋爷爷过来那一刻，辉宝直接蹦起来了。宋爷爷把辉宝背在背上，还时不时的回头看着辉宝笑呵呵。辉宝非常喜欢抱宋爷爷，尤其是大腿和胳膊。看到宋爷爷如同小孩子一样跟辉宝闹着玩，以及江爷爷跟瑞宝追逐那一刻，就明白2小只这是选对了爷爷，就这是所谓的双向奔赴的爱吧。